欢迎大家回到奇生奇闻频道，我是琪琪。今天我们将揭开世界上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被时光抛弃的废弃地点。别担心，我们的旅程将是一场令人心跳加速的冒险，探索这些被遗忘的角落。第5名，日本神奈川县厚木市的厚木辉星医院，为什么会变成废墟呢？据说这家医院的医疗事务非常多，因此聚集了许多亡灵。后来医院经营不善，据说院长也是在这家医院里自焚身亡的。之后这里就变成了每年夏天大家来探险的灵异圣地，但也因此在这里发生过前来探险的人被抢劫的犯罪事件。去过的人都说这里即使白天也非常阴森，因为来探险的人非常多。网络上要找到这家医院探险影片也非常容易，据说影片有奇怪的人影跟声音。最后厚木市才会决定把这边拆除改建。世界上最令人毛骨悚然的废弃地点。第4名，我们来到印度的博普尔毒气事件现场。39年前，40吨剧毒的异氰酸甲酯从印度中央博帕尔市附近的一家联合碳化能药厂泄漏出来，泄漏气体的初步暴露反应是咳嗽、严重眼部刺激、窒息感、呼吸道灼伤、眼睑痉挛、呼吸困难、胃疼和呕吐。产生症状的群众试图逃离工厂所在的区域。相比汽车内的人，跑步逃离的人在喘气时会吸入更多气体。身高较矮的人，尤其是儿童，吸入的气体浓度更高。这是因为异氰酸甲酯气体的密度是空气的大约2倍，气体在开放环境中会靠向地面。第2天早上，上千人去世，他们的主要死因是窒息、反射性循环衰竭和肺水肿。这个地方曾经发生了一场可怕的毒气泄漏事件，致使数千人失去了生命。今天这片土地仿佛成了一座不会安宁的纪念碑，提醒我们历史的伤痛。第3名，战争的牺牲品。探访地中海鬼城瓦罗沙。1974年7月20日，土耳其军队占领瓦罗沙，随后设置路障和铁丝网，将瓦罗沙变成一个禁区。这座地中海城市本是一个旅游胜地，后因战争沦为鬼城，只有土耳其军队和联合国工作人员准许进入瓦罗沙。一些勇敢的城市探险家希望进入这个禁区探险，但由于有土耳其军队巡逻，神不知鬼不觉地进入这座鬼城绝非易事，一旦被捕便有可能被当场处决。第2名，我们来到俄罗斯的科德里亚诺耶。这是一个曾经隶属苏联的军事基地，系位于中亚咸海的一座前苏联属原岛屿的沃兹罗日杰尼耶岛。1948年，一座绝密生物武器实验室在此地竣工，用于测试包括炭疽杆菌、伯纳特氏利克次体、图拉弗朗西斯杆菌、朱布鲁氏杆菌、普氏利克次体、天花病毒、鼠疫123氏杆菌、肉毒杆菌毒素和委内瑞拉玛瑙炎病毒在内的多种生物战剂。1992年，该岛上的研究人员已全数撤离，许多用于储藏孢子的容器未能得到正确的贮存或销毁，后来有容器发生泄漏，如今变成了一片废墟。在这片阴影下，我们发现了当年战争的记忆，仿佛时光凝固在这片被遗忘的土地上。最终，我们抵达了这个系列的巅峰。第1名，我们踏入的是普里皮亚季 Pripyat， 位于乌克兰基辅州靠近白俄罗斯边界的地方，以其邻近的车诺比核事故而闻名。1986年4月26日，车诺比核电厂发生了爆炸，导致大规模的辐射泄漏，整个城市因此被迫撤离，成为一个被遗弃的城市。在这片被荒废的土地上，几个世纪之内都不适合人类定居，因为事故中泄露出来的具危害性的放射性同位素色。与这座城市相关的灵异故事主要与车诺比核灾有关。一些人声称在城市的废墟中看到或感觉到一些超自然的现象，这包括听到幽灵的声音、看到幽灵的影像，以及感受到不寻常的冷风或异常的能量。这些叙述可能是由于城市的被遗弃和辐射的影响，加上人们对车诺比事件的恐惧而产生的心理效应。然而，科学界普遍对这些灵异现象持怀疑态度，认为这可能是人们心理上的恐惧和对车诺比核灾事件的忧虑所致。尽管如此，普里皮亚季作为一个被遗弃的城市，依然吸引着探险者和对超自然现象感兴趣的人们。好了，奇奇的朋友们，希望你们喜欢这场穿越时空的奇生奇闻之旅。
如果你敢的话，也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们，你最害怕的废弃地点是哪一个？谢谢你们收看奇声奇闻，下次再见。